我们频道做过很多品牌的相机评测，但是徕卡这个品牌没有。上一次做徕卡相关的内容，我记得还是6年前，那个时候用徕卡拍视频还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到了最新一代的 SL3，徕卡对拍视频这件事情好像还是挺认真的。这次 SL3 发布会，他们直接邀请我们去到了德国的 Wetzlar。那虽然上手时间不是很长，只有1天半的时间，但是确实，我们的结论就是这个尊贵的可乐标相机能拍 8K 全画幅的视频，画质还挺好的。但是还有一点让我们印象挺深刻的，就是他们的总部莱兹公园，还有这个徕卡的文化，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东西的，比我们公司自己要高明很多。所以既然是拍摄样片的时间不是很多，我们在想，不如直接用 SL3 在自然光之下拍摄一个莱兹公园的小介绍，相当于带你做一个虚拟游，同时也是一组样片，然后你可以评价一下这台徕卡相机的视频画质怎么样。We Made in Wetzlar stands for high quality and lowest tolerances. And we do, and the people do everything with love and passion. So you can see that, you can feel that. Not only cameras, also lenses, all kind of lenses and cameras, and also sport optics. My name is Steffen Rau. I'm the product manager for the SL system. I'm with Leica now for 13 years. I think everyone comes to the Lightspark will be impressed in the first moment. Everything fits together, every building fits together. It looks from the sky, it looks like a camera. And there's 2 towers, one is the camera and one is the lens. You can see it downside, there is an overview for the buildings. Across the street you will find the hotel and the Lights Museum and Lights Cine. Lights Cine, they are making the famous Cine lenses. You can stand inside the viewfinder and have a look on the Leica building, like an M viewfinder, and you're inside of this viewfinder and you have a really good view from there. If you are there and staying in the hotel, you have a good opportunity to be here also for night, and you can do some night shootings. What's interesting for us as a company, it's the customers. We have very friendly people sitting there and talking to the customers, and very advanced technicians repairing everything. Yeah, every customer who leaves customer care is normally really happy that he's got back his product and it's even better than before. We are very proud of what we are doing. No, not only me and my team and about this camera, also in the gallery you're talking about that most 36 of 100, they're the most M cameras and M pictures which you can see there. And it makes me proud and all of us proud to work for the company that now exists for over 100 years and producing cameras for nearly 100 years now. And we are really proud to be part of that big team. 用 SL3 拍摄的体验还是挺独特的，主要就是这个可乐标，对吧？别的相机很难见到这样的配色，但是这玩意一拿出来，街上隔着50米都能看到这个徕卡一行大字，知道你是用徕卡的尊贵用户。那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到了今天，在类似于偏向奢侈品的相机品牌里面，你看像哈苏的 X2D 还有907X 这个 100C 都直接砍掉了视频的功能，能够拍摄专业视频的机子好像还真就只有徕卡了。尤其是 SL 这个产品线，因为用的是 L 卡口，镜头选择现在还是挺多的。这个联盟现在有徕卡、松下、适马、大疆、BMD、三洋、Astro 等等等等，各家厂牌都进来了。所以松下、适马的好镜头或者别的相机厂商的镜头都可以装上徕卡这台 SL3。那同时你也可以转接徕卡自家的 M 卡口的经典镜头，只不过这些 M 镜头都是用来拍照用的，所以都是手动的，视频跟焦上会稍微麻烦一点。那机身设计上 ，SL3 还是延续了 SL 系列一贯的简约设计。我不知道你觉得好不好看，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徕卡的 M 系列，你看这样方方正正的更优雅一点。那相对之下 ，SL3 作为工作机的自定义按键和波轮，它和别的竞品不一样，没有那么多，几乎所有的按键和转盘，你会发现它刻意没有文字的标识。那一开始可能会有点不适应，每个按键都要试一下，但熟悉之后你会发现这些按键的布局和交互做的都还是挺优秀的，也可以自定义，基本上它都是和屏幕的信息能够做到对齐的。那握把的深度也足够深，配合质感不同于其他相机的蒙皮，整体的握持手感还是挺扎实的。然后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把这个 SL 相机寄到徕卡逻辑上，你是可以请他们给你定制它的皮的啊，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做一个皮要1个月的时间，
你可以衡量一下。那相比过去，今年徕卡在发布过程中还着重强调了机内的各种 UI 图标，还有排版，他们说都经过了重新的设计，交互也更加青睐触摸。总的来说就是细节。他们说这套 UI 开发，他们花了工程师2年的时间来做，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不够卷，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挺羡慕的，能够给一帮人2年的时间来做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还挺好看的。但当前的固件触摸，我觉得有点延迟，客观来说和手机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也不是相机里面最好的那一档。那为了体现对视频的重视度 ，S23 菜单里面还有一个电影模式的开关，开启之后 ISO、光圈 F 值、快门速度会转变为 ASA、T 值，还有快门角度。那这可能更多是给老一辈的严谨电影人准备的，我目前还是更习惯用光圈、快门 ISO 来控制整体的曝光。那接口方面 ，S23 还是很全面的，全尺寸 HDMI 口，还有高速的 USB 3.1 Type-C 口，这都没有缺席。那甚至你会看到还有这么一个时间码的接口被装在了 S23 这个军舰头上面，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你想象一下，5台徕卡对齐时间码拍婚庆，那就算你报价500包减，人家也都要掂量再给你包个红包，对吧？徕卡，但是有时间码，客观来说，我觉得还是好的一件事情。后期在软件里面，你可以一键完成多机位的视频还有音频的同步，对专业的拍摄确实是有必要的一件事情。那存储卡的选择，徕卡支持一张 CF-Expert Type B 卡，还有一张 SD 卡的组合，都支持最高规格下的录制，所以就丰田游人，你可以自己来选择。那翻折屏这个东西本来我不应该讲，但是对于徕卡相机来说，哪怕是这样只能翻一下，其实都是一个稀罕的东西。过去用徕卡低角度拍照拍视频，基本上只有这一个姿势，就是趴在地上。而现在如果你想要低角度拍摄一些车辆还有动物之类的题材，如果你是用徕卡的人的话，你会优雅很多，只要放下来就可以拍摄了。那屏幕的清晰度和亮度，我只能说徕卡做的还可以，但是算不上惊艳。如果是强光场景之下，我还是很建议你使用这个长得非常优雅的 EVF 来进行取景，120帧576万像素的取景体验，也算是目前市面上第一梯队的表现。SL 系列还有这样一个肩屏的设计，快速低角度调整参数或者快速看一眼，它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传感器相比上一代的 SL2 的4730万像素 ，SL3 升级到了现在的6000万像素，也同样支持机内防抖，并且第一次在徕卡的无反可更换镜头相机上支持了相位对焦。那这么高的像素量，说到底底层它还是为了拍照来服务的。我们团队的义军拿着它扫街随拍了一些样张，你可以感受一下他用这块传感器搭配徕卡原厂的 L 口镜头拍摄到的细节。怎么样？就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挺震撼的，刀锐奶化，对吧？非常漂亮。那假如6000万像素的 DNG RAW 照片对你的硬盘有压力的话，那 SL3 这次也支持3种不同分辨率的切换，并且每一种分辨率模式整块传感器都会参与曝光，这都是挺好的。那当然，假如只是为了分辨率，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只买徕卡，对吧？买它的核心之一，我听过很多人描述，就是这个所谓的徕卡色彩，这又是一个我没有办法量化的评价的东西。我们也使用机内的徕卡 Look 色彩模式拍摄了一些直出的样片，你可以看一下或者评价一下有没有和别的相机不一样，有那个所谓的徕卡色彩的味道。视频录制规格方面 ，SL3 最高支持10比特420的 8K 30帧录制，还有10比特422的4K 60帧录制。那除了常规的 H265、H264，甚至你还可以拍摄4K 的 ProRes 视频。那最高 8K 的视频分辨率 SL3 算是跟上了行业第一梯队，比如说 A1、Z8、Z9、R5C 的水平。而且它的 8K 是超采样得到的，所以画面的锐度会非常的猛。10比特色深在后期调色的时候也能提供更大的调整空间，不容易出现色彩的断层。但是有一点我很想吐槽的就是这个录制规格设置的菜单，我应该挺确定他们 UI 设计师没有太多拍过视频，不是很直观，会经常出现像这样菜单冲突的情况。动一个东西，别的所有的参数往往都会变掉。徕卡的意思是你自己可以存预设，每次只要换一个预设就好了。但是这一点我个人还是挺不认可的，换帧率和编码是一个很频繁的操作，现在非常难受。为了体现高分辨率的魅力，这次徕卡还特地租了一个很有德国特色的汽车博物馆。我觉得你有机会去德国，在这个法兰克福附近的话，强烈推荐去看一下，真的很震撼。然后我们在这边拍了很多的样张和样片，包含一些不是很明亮，但是很有情调的场景，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 SL3 8K 之下的锐度还有高感表现，怎么样？
我相信目前市面上分享出来的徕卡的免费素材应该不是很多，尤其是这个视频。但是我们这次拍了一些样片，免费分享在我们的官网。如果想下载下来调一调，感受一下所谓的徕卡画质的话，欢迎，就在这儿。低光下的表现，我觉得 S23 在 ISO 6400以内都是可接受的水平，再往上这个噪点就很恐怖了。那当然你可以拉到10万的 ISO， 但是我肯定不推荐。6400 ISO 情况之下，虽然说有噪点，但在后期稍微加点降噪的效果，它的视频也还挺好的。动态范围 S23 官方说有15档，我们还没有做量化的测试，但是体感上还是挺优秀的，尤其像很多灯光的灯芯部分的细节，也可以看到它都能够保留下来。那徕卡其实从很久以前就有自己的 log 曲线，这个 L log， 这是我们过去几乎没有用过的一条曲线。那为了给你一个参照物，我们用 S23 和索尼的 A1 拍摄了一组 L log 和 S log 3的对比样片，然后让我们公司的调色师青青来分享了一下他给这些 log 素材调色的感受，这样会比较客观一点。徕卡的这个 L log 呢，在色彩表现上还是挺准确的，只需要用他们官方的这个 LUT 简单还原一下，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准确的画面了。暗部的细节体现的还不错，会有一点轻微的噪点，不过简单的降噪处理一下就可以获得比较纯净的画面了。可能高光部分的动态范围会稍微欠缺这么一点，但总体来说可调性还是很高的。可能用下来，我觉得 S23 让我最难受的一点，还是拍视频的时候它的耗电非常的恐怖。虽然这个机子我们长时间录制也没有过热，但测试版的固件之下，录制20分钟左右的视频，半块电池就没了，它真的吃不消 8K 的拍摄。所以移动电源基本上就是 S23 拍摄 8K 视频必备的一个东西。可能唯一的优点是它的 C 口的充电速度还算可以，基本上40分钟可以把它重新充满。那 S23 其实不是徕卡第一台拥有相位对焦的相机，第一台应该是 Q3。对焦这个东西，我该怎么说？我应该高情商还是低情商？就看和谁比，和徕卡自己比，哇，那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确实 SL2 相比下来的话 ，SL3 的准确性和连续性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现在支持人脸识别，还有人物躯干识别，甚至还有测试版的一个动物识别，这对徕卡是走出了一大步。但这个对焦吧，你拿来和别的比，我感觉就是有点像早期的松下，就是很多时候对得上。但是有时候就是会出现对焦框显示是在的，但是这个录出来你这个焦点就是不在这个情况，就你会替它着急，但它就是要过半天才会移过去，有时候还会愣住。同样在一些暗光的情况之下，它也会出现拉风箱的情况。当然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测试版固件的原因，我只能期望正式版的固件里面它的表现会好一些。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如果你对徕卡 SL3 的自动对焦有期望，那会说它用来拍照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拍视频它能用，但是离好用还是差了这么一点，大概是这样。所以最后一点我想值得夸的是徕卡的手机端的 Photos App， 它是我觉得所有相机厂商软件里面体验难得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软件。不像一些日系厂商的手机 App 经常连不上或者断连，徕卡的 Photos 连接相机的过程就非常丝滑，传输速度上配合 SL3 新的 Wi-Fi 2x2， 传输一张70多兆的6000万像素的 DNG RAW 照片，大概也只需要2秒钟左右，而且相当的稳定，可以持续输出。就这是一个小的事情，但是最终照片总是要用来分享的，能把它做到和别的厂商不一样，而且是无感高效的，这一点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这一次因为上手的时间真的很短，我也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这个徕卡的味儿，即便它有这些历史，但是说真的，我更在乎的还是当前手上这一代徕卡的产品怎么样。那这个德国造的 SL3 确实和日企的相机我觉得不太一样，就操作理念都不同，在行业里它可能不是最快的，但你在操作它的时候你是会有感知，每一个交互的细节都是被仔细考量过的。就说是这么说，我想客观的来评价它，但是徕卡能不能下个 JPG 模式，把你的照片 logo 和照片烧到一起，这样发朋友圈会更有质感一点，也更对得起这个价格一些，这样也许我会买一台，也许。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徕卡 SL3 简单体验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这个视频对你了解这台特别的相机有所帮助，让你想买的话，那富哥也许你会想去看我们店里的衣服还有周边，去看看吧，求求你了，富哥。那也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对吧？大家普哥人场也好，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见。